2010年6月23日，在纽博格林赛道东南方向4.5公里处的 L94公路上，一辆 LFA 原型车与对向驶来的宝马3系相撞，造成 LFA 的车手当场身亡。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被誉为 LFA 之父和丰田藏男赛车导师的雷克萨斯首席测试车手陈红耐。事故发生时，这辆 LFA 纽博格林版正处于上市前的最后测试阶段，如果顺利，它将在次年正式交付。那后来的事又是怎么样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纽北之家。本期我们聊雷克萨斯 LFA。陈红耐的离世对丰田和 LFA 项目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当时丰田社长丰田藏男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极度悲痛，在顶着巨大的压力下 ，LFA 的项目被他继续推进。同时，丰田藏男继承师傅的衣钵，亲自担任丰田的首席试车手，并且把陈红耐开创的 Gazoo Racing 这个边缘的部门给带入丰田集团的核心队伍。GR 现在也是丰田性能车招牌标志。说回这辆车，在陈红耐出事时，LFA 关于道路耐力方面的测试工作已经完成很多了，剩下的就是这辆 LFA 纽博格林定制版赛道条件方面的工作。后续丰田让范田章接任测试任务。当然 ，LFA 普通版和纽博格林定制版其实都已经亮相发布了，真正生产时间是2010年12月底，首台量产车正式下线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版的 LFA 到底有哪些性能配置。在车身架构上 ，LFA 最初是采用全铝合金框架的，但开发到一半，总工程师认为这辆车肯定很重，所以中途修改为碳纤维架构。但因为完全推倒重来太烧钱，所以 LFA 全车65%的车身架构采用了碳纤维，包括单体壳车舱、驱动轴通道、车顶和一些覆盖件，其余35%则采用了铝合金结构，主要用于前轴和后部的碰撞吸能区，还有前后副车架和悬挂部分组件。改用碳纤维后，成功减重100公斤，整车整备质量1480公斤，这完全是欧洲主流超跑的水准。在动力方面，采用前中置式 4.83V10 发动机，最高9000转，马力552匹，扭矩可达480牛米，0百加速为3.7秒，最高时速325千米每小时。这台发动机设计十分紧凑，尺寸与 V8 发动机相仿，重量却和传统 V6 发动机相近，而研发是由丰田和雅马哈共同开发完成。变速箱方面，布局和野马 GT 很类似，为了实现前48后52重量分布，发动机在前轴，而变速箱却置于后轴，采用6速序列式变速箱，换挡间隙只有0.2秒。说完动力系统，就不得不提 LFA 的声浪，几乎所有媒体人都会夸这是威驰的天籁之音。那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？ LFA 靠的就是改造排气与进气系统，主消音器由钛合金制成，采用了阀门控制的双阶段结构，在3圈这时能实现排气阀门的开合，以此来控制排气音量。而在进气系统上，它模仿了管弦乐器的共振腔设计，随着转速提升，发动机声浪能从300赫兹提升到600赫兹，所以 LFA 能实现从怠速时的低沉轰鸣，一直攀升到红线区那令人头皮发麻的尖效。在底盘方面，前悬架采用双叉臂结构，为了兼顾道路的舒适性，所以后悬挂是多连杆结构。刹车采用6活塞碳陶瓷刹车，轮毂则是 BBS 的锻造铝合金轮毂，轮胎用的是普利司通轮胎。在空气动力学方面 ，LFA 采用低风阻设计，后置可升降尾翼，车身两侧的进气口是给位于后面的散热器提供气流通道的。底盘采用纯平结构，由碳纤维复根件完全封死，同时也有扩散剂的通道，气流从车头进入底盘后，会被加速流向车尾巨大的扩散器，从而产生地面效应。速度越高，下压力越大，车就越稳。好了 ，LFA 的基本配置咱们了解全了，可以把车开向纽北赛道。2011年9月是 LFA 刷纽北的时间，但这款不是普通版的 LFA， 而是 LFA 纽博格林套件版，它和普通版相比也有升级。首先采用固定式尾翼，前扰流板更大，那下压力也就提升了。动力方面，马力从552匹提升到562匹，车身高度降低10毫米，悬架调教也更运动，轮胎也升级为普利司通的 RE070半热熔轮胎。内饰方面也有碳纤维的饰板，所以 LFA 纽博格林套件版赛道表现到底怎么样？前面我说了，范田章接手了 LFA 的测试工作，所以纽北的成绩也是他跑出来的。回看这一圈的车展，在飞机场跑出了182千米每小时的最低弯速，瑞典时之前尾速接近270千米每小时，瑞典时至最低弯速211千米每小时。当然562匹马力并不高，所以在纽北最考验动力的大轴弯的尾速只有254千米每小时，大直道尾速288千米每小时。最后圈速成绩7分14秒64，但当时跑的是20.6公里的布局，所以按现在整圈的标准得加4秒左右才行。这个圈速当时来看已经是 T0 级别的了。雷克萨斯 LFA 可以说是日系厂商在造超跑领域的巅峰之作。关于它的下一代，咱们可能听不见任何声浪了，因为 LFA 的继任者雷克萨斯宣布这将是辆纯电超跑。